各位网络上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医师。影片的一开始，我想先请大家跟我一起闭上眼睛回想一下，现在的您是不是常常觉得自己这就跟那气象台的预报员一样准？外头天气只要稍微这么一变，风一来，雨一下，您的膝盖、腰背就开始酸，关节就开始痛，走路都觉得卡卡的，不太利索。又或者是明明觉得自己吃得挺清淡，也没乱吃什么大鱼大肉，可这肠胃就是不争气，动不动就胀气。吃完饭觉得肚子里像是有股气在乱窜，有时候还反酸水，跑厕所的次数比谁都勤快。甚至还有些朋友看了不少医生，西药吃了一大堆，止痛药也没少吞，可这些恼人的老毛病总是反反复复，好像永远断不了根，特别折磨人。您可能有所不知，这些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小毛病，从您膝盖的关节痛、肠胃的不舒服，到皮肤上莫名其妙的起疹子、发痒，甚至是一些更棘手的，像是红斑性狼疮、类风湿性关节炎这类让医生都头疼的免疫系统疾病，它们背后其实都指向同一个幕后黑手。这个黑手不是岁月的无情，也不完全是老化，而是我们身体里一场持续燃烧却听不见声音、看不见火光的无声大火。在西医里，这叫做慢性发炎，而在我们中医的观念里，这往往跟内火、湿热或者虚火脱不了干系。更关键的是，点燃这场大火的火种很可能就藏在您每天习以为常甚至以为很健康的餐桌上，而能扑灭这场大火的灭火器同样也藏在我们的菜市场和您的厨房里。今天的影片非常重要，我会用最通俗的大白话，带着大家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揪出那些在我们体内引起发炎的元凶。同时我还会分享一种被很多人忽视但效果堪称神奇的超级消炎营养素。它不仅能修复我们身体的第一道防线，也就是我们的肠道，还能有效缓解关节发炎，甚至可能从根本上改善大家的整体健康状况。我们常说病从口入，这句话真的是一点都没错。但在讲吃之前，我们得先搞懂什么叫发炎。我们通常理解的发炎大多是红、肿、热、痛。比如您切菜不小心切到了手，伤口周围红肿了，或者感冒了喉咙痛，医生说是扁桃腺发炎。这种发炎我们称之为急性发炎。这就好比是家里进了贼，身体的免疫系统就像是警察和消防队，立刻出动去抓贼，去灭火。这是一种保护反应，这种火来得快，去得也快，其实是好事，说明您的免疫系统是正常的。但今天陈医师要特别警示大家的是另一种更隐蔽、更持久也更具破坏力的发炎，叫做慢性发炎。大家可以把慢性发炎想象成一场在我们身体内部闷烧的森林大火，它没有熊熊的烈火，也没有滚滚的浓烟，您甚至在早期感觉不到明显的剧痛，它只是在您的关节里、血管里、内脏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持续低度燃烧着。这场闷火会慢慢的侵蚀我们健康的组织，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等您感觉到痛的时候，往往已经烧了很久了。中医讲久病必虚，久病必瘀，这慢性发炎就是一种持续的消耗。如果这把火烧在关节里，从中医看是湿热蕴结或者寒湿阻络，在西医就是退化性关节炎。如果火烧在肠道里，就是慢性肠胃炎、肠燥症。如果火烧在血管里，那就成了动脉硬化、高血压、心脏病的温床。如果火烧在大脑里，甚至和老年痴呆、情绪焦虑、忧郁都有关联。最可怕的是，如果这火烧得太旺，导致免疫系统精神错乱、敌我不分，它甚至会开始攻击自己的身体，这就演变成了各种自身免疫疾病。所以各位好朋友，请一定要听陈医师一句劝，发炎绝对不是关节痛、拉肚子那么简单，它几乎是一切慢性病的共同根源。而这场大火最重要的燃料、
来源就是我们每天吃进去的食物。那么这场大火是从哪里最先烧起来的呢？答案可能会让很多人意外，就是我们的肠道，也就是中医讲的脾胃。过去我们总认为肠道只是一个消化器官，负责吸收营养，排出废物，但这个观念需要彻底更新了。肠道其实是我们身体免疫系统的大本营和首都。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们体内将近70%的免疫细胞都驻扎在肠道周围。这其实很好理解。中医说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的脾胃不仅要消化食物，还要负责防御外邪。肠道内部有一层非常重要的城墙，在医学上叫做肠道屏障。在健康的状态下，这道城墙非常坚固，上面的细胞排列得紧紧密密，就像我们古代的城墙一样。砖块之间抹了糯米浆，连根针都插不进去。它非常聪明，能精准地让营养物质通过进入我们的血液，化作气血滋养全身，同时又能严密地阻挡住肠道里的各种细菌、病毒、毒素和没有被完全消化的食物大分子，防止它们偷渡到血液里去。然而，当我们长期吃一些错误的食物，这些食物就会像炮弹一样，日复一日地轰炸我们肠道的这道城墙。久而久之，城墙就会变薄，细胞之间的连接会被打断，甚至被炸出许多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微小破洞。这种情况，医学上有一个非常形象的名字，叫做肠漏症。一旦出现了肠漏，后果就非常严重了。这就好比城墙破了大洞，那些本该被挡在城墙之外的敌人，也就是中医说的湿浊、火毒，包括细菌、未消化的蛋白质片段等等，就会通过这些破洞大摇大摆地进入我们的血液循环，流窜到全身各处。我们身体的免疫系统一看，哎呀，怎么进来了这么多不该进来的东西？于是立刻拉响警报，派出大量的免疫士兵去追捕和攻击他们。于是一场遍布全身的内战就这样爆发了。这就是为什么一个看似局部的肠道问题，最终会引发全身性的发炎反应。您可能会在离肠道很远的地方感受到症状，比如入侵者跑到关节，就引发关节肿痛；跑到皮肤，就引发湿疹；荨麻疹跑到大脑，就导致脑雾、疲劳、记忆力衰退。所以想要扑灭全身的发炎之火，就必须先从修复肠道这道城墙开始。只要脾胃安稳了，这道屏障修好了，很多看似棘手的慢性病都会得到意想不到的缓解。既然知道了肠道是问题的核心，那我们就来看看究竟是哪些我们习以为常的食物在肠道里放火，引发炎症。我为大家整理了5种最容易引发炎症的食物，请大家务必记下来，回家赶紧检查一下厨房。第一种就是谷物与麸质，特别是那些精加工的。很多朋友可能觉得自己吃了一辈子面食，也没见拉肚子，怎么会有问题？其实中医讲饮食治备，肠胃乃伤。现在的小麦经过多次改良，里面的麸质蛋白含量很高。只要您的肠道本身比较敏感，或者由于年龄增长脾胃功能变弱了，那么这个麸质就像砂纸一样，会持续摩擦和刺激您脆弱的肠道内壁。特别是我们现在常吃的白面包、面条、饼干、蛋糕这些精加工谷物，它们不仅营养价值低，吃进去之后会变成湿热，困住脾胃。很多人吃完面食后觉得肚子胀气，胃堵得慌，这就是身体在向您发出慢性发炎的警报了。第二种是超级加工食品，这是现代饮食的最大灾难。大家去超市逛一圈，货架上琳琅满目的洋芋片、饼干、泡面、含糖饮料、火腿、香肠，这些都属于超级加工食品。这些食物是发炎地雷，因为它们不仅高糖高盐，还用了很多坏油。更可怕的是，里面充满了各种我们身体根本不认识的人工添加剂、乳化剂、防腐剂、色素。这些化学物质吃进肚子里，我们的脾胃运化不了，就会变成垃圾堆积在肠道里。
对我们肠道里那些好的共生菌进行一场慢性的大屠杀，导致坏菌当道，肠道环境彻底败坏。第三种是玉米与大豆，当然我指的是那些基因改造的以及过度加工的制品。现在的玉米和大豆很多都是为了抗虫害而基因改造过的，并且可能含有残留的除草剂。这些东西本质上就是在破坏我们肠道的微生态。而且许多加工的豆制品，比如一些素肉、调味豆浆，为了追求口感，加了很多粘稠剂，反而会增加肠胃的负担，造成胀气。如果您脾胃本来就虚寒，吃多了这些反而容易生湿气。第四种，请大家特别注意，就是精炼的种子油，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植物油。请大家现在回想一下，您家厨房里的油是不是玉米油、大豆油、沙拉油、葵花籽油这些？如果是，请一定要警惕，这些油在工厂精炼的过程中，为了脱臭脱色，往往经过高温高压和化学溶剂处理，这本身就让油变得不稳定，容易产生有害物质。更重要的是，它们含有大量的 Omega-6 脂肪酸。在人体内， Omega-6 和 Omega-3 这两种脂肪酸就像是汽车的油门和刹车。Omega-6 会促进发炎反应，这本来是身体应急用的，但如果我们吃太多，就等于一直踩着发炎的油门。而 Omega-3 则是负责踩刹车，抑制发炎的。现代人的饮食里全是便宜的沙拉油、外食的杂物，导致油门被踩到底，刹车却严重不足，身体自然就处在一种极度容易上火、发炎的状态。第五种是牛奶，特别是含 A1 型酪蛋白的牛奶。我们从小被教育喝牛奶补钙，但很多人不知道，现在市面上绝大多数的牛奶，产奶的牛是经过选育的，它们的奶含有一种 A1 型酪蛋白，这种蛋白在消化过程中会分解产生一种物质，对很多人的肠道来说是一种强烈的刺激物，容易引发过敏、生痰、发炎。中医也常说，牛奶属于比较滋腻的食物，对于脾虚湿盛的人来说，喝多了容易生痰湿。相比之下，羊奶或者一些比较原始的 A 肥型牛奶对肠道要温和得多。既然我们揪出了这么多容易引发炎症的食物，那有没有天然、安全又真正有效的消炎食物呢？当然有。中医讲究药食同源，最好的药往往就在食物里。这里我要隆重介绍一种对肠道修复至关重要的营养素——谷氨酰胺，在台湾也常称为左旋肤酰胺酸。这个谷氨酰胺，它是我们身体里含量最丰富的氨基酸之一，它的作用非常关键。简单来说，它就是我们肠道细胞最喜欢吃的特供口粮和能量棒。它有3个核心作用：第一，它能直接为肠壁细胞提供能量，帮助它们快速再生和修复，把肠漏的破洞给堵上，重新加固我们的肠道城墙。第二，它能维持肠道秩序，促进益生菌的生长，抑制坏菌。第三，通过修复肠道，从源头上阻止了毒素进入血液，从而有效降低了全身性的发炎水平。可以说，谷氨酰胺就是我们身体里最专业的肠道消防员。那么哪些食物中富含这种强大的谷氨酰胺以及其他消炎营养素呢？陈医师为大家精选了几种消炎冠军食物，建议大家常吃。首先第一种就是草饲牛肉，特别是草饲牛肉，它是谷氨酰胺最强效的来源之一。请注意，我强调的是草饲，也就是吃草长大的牛，而不是吃谷物饲料长大的。草饲牛肉不仅能提供高品质、易吸收的蛋白质，它所含的天然谷氨酰胺是支持肠道修复最有力的弹药。而且从中医角度看，牛肉有补中益气、滋养脾胃、强健筋骨的功效。对于很多深受关节炎和肠胃炎困扰、身体虚弱、气血不足的老年朋友来说，高品质的牛肉是名副其实的疗愈性食物。第二种是高丽菜，也就是卷心菜。
如果说牛肉是富人的补品，那高丽菜就是穷人的医生。高丽菜是植物界里谷氨酰胺的优秀来源，尤其是紫色的紫甘蓝含量更高。高丽菜天然又温和，中医认为它性平味甘，能健脾养胃。它还含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做维生素 U。虽然名字叫维生素，其实它不是真正的维生素，但它对于胃炎、胃溃疡、肠道溃疡的修复效果非常好，以前也被称为抗溃疡因子。您可以把高丽菜打成汁喝，或者清炒，记得别炒太久，保留一点脆度，营养更好。第三种是骨头汤，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智慧，也是最好的补精益髓的汤药。用猪骨、鸡骨或者牛骨，加上一点醋，这个醋能帮助骨头里的钙质和营养释出来，然后慢火熬煮。这个汤里富含谷氨酰胺、胶原蛋白，还有能修复肠道黏膜的甘氨酸。每天喝一碗热腾腾的骨头汤，就像是给肠道敷上一层保护膜，对于关节疼痛也非常有效，能以形补形，强健我们的骨骼。第四种是富含 Omega-3 的深海鱼，比如鲑鱼、青鱼、沙丁鱼。我们前面说了， Omega-3 是身体的消炎刹车，多吃这些鱼能有效平衡体内油脂，扑灭发炎之火。中医也认为鱼肉肉质细嫩，容易消化，补虚损而不生湿热。第五种就是鸡蛋。鸡蛋是经济实惠的优质蛋白质和谷氨酰胺来源，蛋黄中还含有丰富的卵磷脂，对细胞膜的修复很有帮助。建议大家吃水煮蛋或低温煎蛋，尽量不要用高温油炸，以免破坏营养。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2个真实的案例，让大家更有信心。有一位30多岁的女性患者被诊断出红斑性狼疮，这是一种典型的自身免疫疾病。她长期靠药物控制，但关节肿痛、脸上蝴蝶斑，还有那种怎么睡都睡不饱的疲劳感一直困扰着她。后来她找到我们详细分析了她的饮食，发现她特别爱吃面包和甜点，于是她下定决心改变，完全戒掉了精致淀粉、加工食品和一般的乳制品，转而以清淡的牛肉、鱼肉和大量的高丽菜为主，并且每天喝骨头汤。短短2个月后，她再来复诊，脸上的红疹几乎看不见了，关节疼痛也大大减轻，连西医的检查报告都显示她的免疫指标有了明显的改善。还有一位45岁的张先生，自己开公司，工作压力大，应酬多，常年被腹泻、胀气、焦虑和失眠折磨。这其实就是典型的肝木克脾土，压力导致肝气郁结，进而伤害脾胃。检查后发现有严重的肠漏症，他开始严格执行抗炎饮食，把应酬时的酒局推掉，每天3餐都包含优质蛋白质，并且额外补充自己熬的骨头汤。仅仅1个月之后，他的消化问题就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善，那种整天昏昏沉沉、脑子像蒙了一层雾的感觉消失了，情绪也稳定了很多。这些真实的例子让我们看到，发炎真的不只能靠药物压制，从饮食这个根源下手，我们的身体拥有惊人的自我修复能力，只要您给它正确的材料。说了这么多，很多朋友可能要问了，陈医师，具体的日常3餐该怎么吃呢？下面我分享给大家一份简单易行的抗炎饮食范例，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早餐我们可以吃得像个国王，但要干净，2颗水煮蛋，或者用一点点橄榄油低温煎的荷包蛋，搭配1盘清炒的高丽菜。如果习惯早上喝点热的，可以喝一杯黑咖啡，或者自己打的无糖豆浆杏仁奶。尽量不要吃烧饼、油条、面包这些高碳水化合物。午餐要吃的营养，一小块用海盐和黑胡椒简单香煎的草式牛排，或是清蒸鱼、白斩鸡胸肉，搭配1大份水煮的绿花椰菜，再加半颗酪梨。这个酪梨是极好的好油脂来源，能润肠通便，还能抗发炎。晚餐我们要吃的少一点，好消化一点，可以用1碗鸡骨或牛骨汤
作为基底，里面加一些易消化的蔬菜，比如菠菜、青江菜，再搭配一小份蒸熟的紫甘蓝，淋上一点初榨橄榄油，这就是一顿完美的抗炎修复晚餐。如果2餐之间饿了，千万别去拿饼干或者面包，可以吃一小把原味坚果，像核桃、杏仁，或者吃半颗酪梨。这些好脂肪能给您提供持久的饱腹感，还能稳定血糖。在执行这个饮食计划的过程中，我知道大家可能会遇到一些困难，比如刚开始戒糖、戒淀粉，会觉得很痛苦，总想吃东西，这是正常的，因为您的身体还在依赖糖分运作。这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多吃好油。当您觉得嘴馋心慌的时候，吃一口椰子油，或者吃几颗坚果，身体得到优质脂肪的能量，那种对糖的渴望很快就会消失。给自己一点耐心，通常3到7天，身体就会适应新的能量模式。那时候您会发现精神变得特别好。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就是咀嚼。中医常说脾开窍于口，消化的第一步是在嘴里。现代人吃饭太快，狼吞虎咽，大块的食物吞下去，直接增加了胃肠的负担，这本身就会导致发炎。所以请大家吃饭的时候，每一口都多嚼着1-20下，把食物嚼成糊状再吞下去。这不仅能帮助消化，本身就是一种养脾胃的方法。最后我必须帮大家破除几个最常见的抗炎迷思，免得大家踩坑。第一个迷思，吃水果很健康，可以多吃。这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误区。水果虽然有维生素，但现代改良后的水果糖分实在太高了。中医讲肝能生湿，太甜的食物会困住脾胃，而且果糖需要经过肝脏代谢，吃多了容易变成脂肪肝，加重发炎。特别是像西瓜、葡萄、荔枝这些高糖水果，对于发炎体质真的是弊大于利。如果你想吃，首选是莓果类，像蓝莓、草莓或者奇异果、芭乐，这些升糖指数低，抗氧化剂又多。第二个迷思，吃素比较不容易发炎，这也不一定。很多素食朋友为了吃饱，吃了大量的饭、面或者加工的素肉、豆制品，这些东西里的凝集素、麸质和添加剂反而会让肠道发炎更严重。关键不在于您吃不吃肉，而在于您吃的食物是不是原型食物，是不是天然的。各位好朋友，今天我们聊了很多，内容非常扎实。让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今天的核心重点，请大家刻在脑海里。我们身体里很多找不到原因的疼痛和不适，根源都可能是一场叫做慢性发炎的无声大火，而这场火灾的正中往往就在我们的肠道。所以我们的核心任务就2件事，第一是停止发炎，也就是通过戒除精致淀粉、坏油、加工食品来切断火源。第二是全力消炎，通过摄取谷氨酰胺丰富的牛肉、骨头汤、高丽菜以及好油来修补我们受损的肠道城墙。改变长久以来的饮食习惯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请大家想一想，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消除现在的疼痛，我们追求的是能够有更多的精力去陪伴我们的孙辈，是能够自由自在的出门旅游，而不用担心这痛那痛，还得找厕所，是能够拥有一个清晰的大脑和愉悦的心情，去享受生命中每一个美好的日子。健康的主动权不在医生手里，不在药瓶子里，它就掌握在您每天拿起筷子的那只手上。您不需要再靠止痛药硬撑，也不需要再忍受天天胀气、关节痛到睡不着的日子。请给自己一个机会，从您的下一顿饭开始，为您的身体做一次正确的选择，把身体里那场燃烧已久的大火一点一点的浇灭。如果今天的影片对您有所启发，觉得陈医师讲的还有点道理，请不要吝啬您的点赞，这会帮助更多需要的人看到这支影片。也请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您身边有老毛病困扰的朋友或长辈。
我们一起交流，一起变得更健康。我是陈医师，我们下个影片见，祝大家身体健康。